最近 A 股市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，指数涨到了3880点附近，成交量呢似乎也是一天比一天大，甚至创出了历史天量。但是涨2天，跌一天，很多朋友问啊，现在是不是牛市真的来了？还能不能赶紧上车？如果不买，是不是会错过一轮新的财富机会？可是问题是，另外一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体感却和这轮股市的火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很多人感觉日子没觉得过得轻松呀，工资没怎么涨，生意还不好做，甚至有些人呢，就业压力还很大。那为什么股市反而像打了鸡血一样往上冲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核心问题，其实是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处于哪一个阶段？因为你只有搞清楚经济周期的阶段，才能够判断股市的上涨究竟是真的经济复苏了，还是一个虚火的行情。而这个判断就决定了你钱包里的钱是应该投进股市呢，还是乖乖的存在银行或者去买国债。今天我会从几个角度来给大家拆解。第一，什么是经济周期？在不同的周期阶段，资产都有什么样的规律？第二，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，中国现在到底是在复苏的初期，还是走向长期的通缩？第三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A 股还能不能买？散户还有没有胜算？第四，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万块钱闲钱，应该怎么配置才能既安全又不掉队？大家记住，弄懂了经济周期，就像你拿到了一张投资的地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从最基础的经济周期4个阶段讲起。什么是经济周期呢？其实经济周期就像一年四季的轮回，经济活动也有春夏秋冬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。通常我们把它分成4个阶段：复苏期、扩张期、过热期、衰退期。我们先从复苏讲起。复苏阶段就像春天刚刚到来，冰雪消融。之前经济经历过下行，大家对未来很悲观，企业也不敢投资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政府往往会加大刺激，货币政策宽松，利率下降，慢慢的经济会开始见底回升。这个阶段呢，股市往往是最先起跑的，房价也可能跟着复苏，但是大家的体感都还不明显。第二个阶段是扩张，到了扩张期，就好像夏天来了，万物繁盛，企业盈利不断改善，就业增加，居民的收入上升，消费越来越旺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普遍感觉日子好过了，经济全面走强，股市继续上涨，但是节奏比复苏期更加稳健。债券因为利率上升而开始承压，黄金和避险资产往往表现一般。第三个阶段呢是过热期，到秋天了，丰收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隐忧，经济高速增长，但是通胀压力也上来了，物价涨得很快，房价、股市都在高位。政府和央行这个时候会开始收紧货币政策，利率开始走高，股市在这个阶段往往波动加剧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进行大跌。最后一个阶段呢是衰退期，这就好像冬天万物凋零，经济活动收缩，企业裁员，居民消费下降，大家觉得钱难赚，股市通常大幅下跌，资金逃向债券、现金、黄金等避险资产，直到政策再次宽松，经济周期才会重新进入复苏阶段。所以你看呀，经济周期就是这样一个轮回：复苏、扩张、过热、衰退，然后再进入下一轮。关键在于不同的阶段，资产的表现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能判断清楚现在是春天、夏天、秋天还是冬天，那你就能知道是应该多买股票啦，还是应该去存钱、买债券，甚至多配点黄金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结合中国最新的数据来帮大家判断，在2025年的9月，中国到底是春天的复苏初期，还是没有走出冬天的寒冷呢？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的数据指标：CPI、PPI、GDP 和信贷。这4个指标就好像医生给病人做体检时查体温、量血压、测心跳、血脂指标一样，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。我们先来看 CPI，CPI 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，反映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物价的变化。按照最新公布的数据，7月份的 CPI 同比是0%，环比上涨0.4%。什么意思？
就是跟去年同月相比啊，物价没怎么涨，但是跟上个月比呢，物价小幅上涨。更重要的是，核心 CPI 达到了0.8%，这是最近17个月的新高。这说明消费价格在逐步的回暖，虽然远远没有达到通胀的程度，但是至少呢，现在已经不是通缩了。再来看 PPI，PPI 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，反映的是企业卖出产品的价格水平。7月份的数据是同比下降了3.6%，连续几个月负增长。这代表啊，企业出厂价格仍然在下跌，说明工业品的需求不足，企业的利润承压。换句话说，企业赚钱难的问题呢，还没有得到解决。第三个指标就是 GDP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 GDP 同比增长5.3%，一季度呢是5.4%，二季度是5.2%，基本保持在政策目标区间。工业产出增长6.4%，服务业增长5.5%，整体还算稳健。但是大家要注意啊，支撑 GDP 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出口和政府投资，而不是居民消费。也就是说，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老百姓的复苏体感并不强烈。第四个指标呢是信贷和社融。截至到7月末，全国新增人民币的贷款累计达到12.87万亿元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仍然较高 ，M2 货币供应量保持在大概9%左右的增速。这说明政策还是偏松的，央行不断的在给市场注入流动性，鼓励银行放贷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大部分的贷款都流向了国企、基建项目，民营企业和居民贷款的需求并不旺盛。也就是说呢，钱是放出来了，但是并没有完全传导到消费和民间投资。把这4个指标放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？ CPI 逐渐企稳，说明消费在慢慢回暖，但 PPI 仍然在负区间，说明企业盈利还没有修复。GDP 保持5%以上的增速，看似稳健，但是动力结构偏向单一。信贷很宽松，但是资金没有有效地进入居民消费和民营投资。这说明中国经济确实已经走出了最艰难的冬天，正在向春天过渡。但是这个春天还比较寒冷，草刚刚发芽，远没有进入万物繁盛的扩张阶段。因此，我的判断是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早周期偏弱的复苏阶段。这个阶段的特点啊，就是政策宽松，流动性充足，股市会率先反弹。但是企业盈利呢和消费体感还没有真正的恢复，复苏的基础还比较薄弱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矛盾：股市火热，但老百姓仍然觉得经济冷清。因为股市总是比实体经济提前6到9个月反应，它先涨的是预期，而不是老百姓手里面的钱包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回答下一个问题：如果现在只是复苏的初期，我们该如何判断未来会不会进入真正的复苏？换句话说，什么样的信号出现，才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的回暖了？那问题来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说中国经济进入了全面的复苏呢？要判断这一点，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关键信号，就像复苏的4部曲。如果你看到这些信号出现了，那就说明啊，春天真的来了，中国经济进入了实质性的回暖。第一个信号就是 GDP 和消费连续回升。GDP 是经济的总成绩单，真正的复苏必须是 GDP 连续2个季度以上的稳定回升，而且增长的动力来自消费，而不是靠政府投资在硬撑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看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达到6%以上，而且持续好几个月，这就说明啊，居民开始敢花钱了。因为消费是经济的终极驱动力，没有消费的复苏，就像没有燃料的火烧不久。第二个信号呢是企业盈利和 PPI 转正。经济复苏不仅要看居民钱包鼓了没，还要看企业能不能赚钱。PPI 从负转正，就是企业开始恢复定价权，市场需求真的上来了。同时，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市公司财报如果连续2个季度同比转正，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环境改善了，这才是股市真正上涨的基本面支撑。如果股市涨了，但是企业还是亏钱的，那很可能啊还是虚火。第3个信号呢，要看就业和收入改善。
经济复苏最终要落到老百姓身上。如果企业盈利改善了，就会开始扩产招人，就业增加，工资上涨，居民收入的增速高于通胀。比如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5%以下，并且保持稳定，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跑赢 CPI，那就说明大家钱包里真的多了钱。一旦就业和收入改善，你就会明显的感到身边人的消费信心恢复了，这就是复苏体感真正到来的标志。第四个信号，信贷传导到民企和居民，最后一个关键是钱能不能流到民间。我们看到央行放了很多水，M2和贷款增速都很高，但是如果这些钱呢只流向的是国企和地方基建的项目，而没有进入民企和居民的手里，那经济复苏就会缺少活力。真正的复苏是当你看到居民中长期的贷款在增长，民企投资明显的回暖的时候，那就说明信贷不只是数字的游戏，而是被转化成了真实的投资和消费。所以，当这四个信号同时出现，GDP 和消费持续回升，PPI 和企业利润转正，就业和收入改善，信贷有效传导之后，就说明中国经济不仅在数据上复苏了，更是在体感上复苏了，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扩张周期。这对投资意味着什么？很简单呀，当这些信号全部点亮，你就可以更加大胆地增加股票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了。不过呢，现在的情况是这四个条件只满足了一部分。CPI 在回暖，但是 PPI 还是负的。GDP 的数据呢看似不错，但是消费没有完全的恢复，信贷在放水，传导不通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呢只能算是早周期偏弱的复苏。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：为什么大家的体感和宏观数据经常对不上？为什么股市已经火热了，但老百姓却觉得经济没有变好？首先，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大家的经济体感会滞后。原因就在于经济的恢复是一条传导链。政府首先会加大投资，放松货币，那就会带动工业产出和出口，企业盈利会逐渐的恢复，企业呢会扩大招工，给员工加工资，最后居民的收入才会增加，消费才会真正的回暖。这个过程往往至少需要6个月到1年，甚至会更久的时间。所以，宏观数据像是先行指标，而居民的体感往往会是滞后的。举个例子，股市可能已经提前半年开始上涨了，但是街边的小店生意、年轻人找工作的难易程度，通常要半年之后才能改善。那么，老百姓的经济体感什么时候会明显的改善呢？体感改善的几个关键条件，首先就是就业要增加，年轻人更容易找到工作，企业愿意扩招。第二就是大家的收入在上升，工资涨幅如果能够超过物价涨幅，那老百姓会感觉到钱包真正的鼓了。第三就是消费要回暖，商场里你什么时候看到人多了，旅游火热了，餐馆排队的人多了，说明消费在回暖。第四点呢，我们要看到企业信心会改善，老板敢投资了，敢给员工加薪了，敢扩大产能了。那么当以上这4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老百姓才会真正的感觉到日子好过起来了，这才是大家真正的体感复苏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等大家都觉得经济变好了，其实经济往往已经进入了扩张的后期，甚至是过热的阶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宏观数据已经连续改善，企业盈利在扩张，通胀也在抬头，央行可能已经开始考虑收紧货币政策了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明显的感觉到生活轻松了，日子好过了的时候，股市往往已经涨了一大段了。让我们从历史上找找对比的案例美国2009年到2010年复苏阶段，股市呢从2009年3月就开始见底反弹了，但是美国普通老百姓要到2010年才能感受到就业和收入的改善。那个时候呢，美联储已经在讨论退出宽松了。中国2015年到2016年宏观数据回暖，房地产火爆，大家体感上觉得经济好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已经是经济的过热期，随后政府就出了去杠杆，然后就是经济下行的阶段。所以我们要记住数据复苏，那就会提前反映在市场和股市当中，而老百姓的体感复苏是一种结果，但是往往已经滞后了半年甚至是1年。
那么我们投资的逻辑就藏在这里。当你感觉到经济真的好了，往往已经接近周期的高点；当你觉得最冷清的时候呢，可能已经是在触底反弹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段很多中国股民至今记忆犹新的历史，那就是2014到15年的 A 股大牛市。如果你还记得那几年呀，其实大家的经济体感并不好。2014年，中国 GDP 增速降到了7.3%，2015年呢跌到了6.9%。现在听起来这两个数字的增速真的是不低了，但是这却是那30年以来的首次跌破7%。企业利润承压，产能过剩，制造业投资低迷，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下行周期。当时老百姓的体感是生意难做，钱难赚，经济冷冷清清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宏观数据在下滑，微观体感也并不好。但是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之下，上证指数却从2014年中的不到2000点，一路飙升到2015年6月的5178点，不到1年的时间翻了2倍多。为什么会出现那种股市热、经济冷的矛盾呢？这背后有3个关键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杠杆资金。2014到2015年，当时的两融业务就是融资融券业务爆发，杠杆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入股市，高峰的时候两融余额突破了2万亿元，可以说那一波的牛市本质上是杠杆牛。第二个就是改革预期，当时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向，包括国企改革、注册制改革以及互联网加的概念。这些改革预期让市场的想象力大爆发。第三个就是资金的转移效应，房地产受到了调控，银行理财和信托受到了限制，资金找不到出口，只能集中流向股市。所以那一波的牛市根本不是实体经济带来的，而是资金推动的虚火牛市。散户的体感，老百姓在2014到15年并没有觉得经济真的变好了，就业压力仍然在，收入没有明显增加，消费信心不足。大家当时只是看到股市在涨，于是纷纷进场，全民开户炒股。短短1年的时间，新增股票账户数千万。但是很多人是高位追进来的。2015年6月之后，市场就从5178点断崖式下跌，到2016年初已经跌到了2638点，几乎腰斩。大量的散户损失惨重，很多人至今都说那一波股市赚的钱还不够后来亏的。那一段历史给我们2个深刻的启示：第一，股市和经济体感可以严重脱节，股市涨并不等于经济就真的好；第二，如果股市上涨没有企业盈利和经济的基本面支撑，那就是虚火行情，迟早会崩。所以，当你今天看到 A 股火热的时候呢，也要想一想，这一轮行情到底是2016到17那种有基本面支撑的复苏牛，还是14到15年那种资金驱动的虚火牛呢？2014到15年是中国股市和经济现实错位的典型案例。它告诉我们，体感差不代表股市不涨，股市涨也不代表经济就真的好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看清周期，分清楚行情的性质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更系统的回顾，从2014年到2025年这10年之间，中国经济在哪些年份是真的好，哪些年份只是虚火。首先，从2014年到2015年，股市火热，经济偏冷 ，GDP 的增速从7.3%掉到了6.9%，是那30年以来的最低点。企业盈利差，产能过剩严重。但是股市在杠杆资金和改革预期的推动下，从2000点飙升到5178点。这一年的特点是股市虚火，经济冷清，老百姓的体感差。2016年到2017年，供给侧改革之后，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期。这2年啊，可以说是过去10年当中最接近全面复苏的阶段。GDP 增速维持在6.7%到6.9%，供给侧改革出清了过剩的产能，大宗商品的价格反弹，企业利润明显的改善。居民消费强劲，汽车、家电热销，出境旅游井喷，老百姓的经济体感是切实改善了的。这2年的特点是经济全面企稳，体感好，是真正的复苏期。2018年到2019年，贸易战的冲击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。2018年 GDP 增速降到了6.6%，2019年更是降到了6%。中美贸易摩擦加剧，出口承压，同时国内的金融开始去杠杆，民企融资困难，老百姓的体感是赚钱更难了，股市表现也非常一般。
这2年的特点是经济下行，大家信心不足。2020年是一道分水岭，疫情爆发，一季度的 GDP 同比是负的6.8%，全年勉强正增长2.3%，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，大家的失业压力巨大，很多人的体感只有一个字儿：难。2021年疫情后出现了反弹，数据亮眼，GDP 的增速飙到8.1%，看上去很漂亮，出口火爆，制造业订单爆棚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一年的高增长更多是低基数效应，居民消费恢复有限，很多人还是不敢花钱。2022年防疫反复，经济承压，这一年 GDP 的增速降到了3%，创下了40年来的新低之一。消费服务业受限严重，房地产下滑，青年的就业压力大。这一年啊，可以说大家的体感明显转差了。2023年疫情放开之后，开始了经济修复，但是复苏不足，GDP 回到了5.2%，出口依旧有韧性，但是房地产拖累严重，居民消费虽然在反弹，但是储蓄倾向依旧很强。大家的感受是，这一年比2022年好，但是没有感到真正的复苏，体感一般。2024年这一年呢，政策频繁宽松，央行降息，财政发力，推动基建投资，但 CPI 和 PPI 依旧非常低迷，通缩压力巨大，股市有所反弹，但是更多呢是政策市，所以这一年可以说是政策在托底，属于复苏的初期，居民的体感差距很大。到了2025年上半年 GDP 增长5.3%，工业产出和出口改善。CPI 逐渐企稳，但是 PPI 依旧为负，说明企业盈利尚未恢复。信贷依旧宽松，但是传导不畅，消费和民企投资疲弱。所以今年的特点呢，可以说是早周期的复苏，市场先热起来，但是老百姓的体感普遍偏冷。总结一下，从2014到2025过去的10年，中国经济大势可以总结是：真正的全面复苏只有2016到2017年2年，数据好，但是体感不足呢，是2021年、2023年。虚火的行情肯定是2014到2015年的那波牛市，2024到2025年的上半场。明显的低谷是2020年的疫情，2022年的防疫反复。所以你看，过去10年真正让老百姓觉得日子好过了的阶段呢，其实是非常短暂的。多数时候，经济要么是数据好看，但是大家体感很差；要么是股市在虚火，不接地气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投资不能只看股市的涨跌，更要看清经济周期的本质。接下来呢，我来回答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，时代在变化。现在的 A 股，普通散户有没有胜算？因为量化资金在盛行，那散户的钱会不会更容易被收割呢？刚才呢，我们回顾了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现状，发现真正的复苏期是很短的，大多数的时候，股市上涨并不等于经济开始繁荣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今天的 A 股仍然是一轮的虚火行情，那么普通散户到底有没有胜算的机会呢？其实，2014年到2015年的牛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：当股市上涨，没有企业的盈利做支撑的时候，行情往往非常短暂而且脆弱。在这种行情当中，散户常常被情绪和杠杆裹挟着冲进市场。指数涨得越快，散户进场越多，但是，一旦资金面收紧，市场转向，散户往往是最后的接盘侠。所以，如果今天的 A 股上涨更多的是依赖政策托底、流动性的宽松，而不是建立在消费复苏、企业盈利改善之上，那么它仍然有虚火的成分，散户贸然满仓冲进去，风险极大。而且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在2025年的今天 ，A 股市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，就是量化资金。和2015年不同的是，今天的 A 股散户的对手已经换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的对手不过就是隔壁老王、楼下小张。现在，你的对手是算法和机器。最近这几年，量化交易在 A 股市场的占比已经超过了40%。量化资金有3个特点，首先就是快，它是毫秒级的交易，能够在散户反应之前就完成买卖。第二就是广，它能同时盯住几千只股票，捕捉各种套利的机会。第三就是它有铁律，机器会严格按照模型来执行交易算法，没有人的贪婪和恐惧。
这就意味着短线博弈的空间几乎已经被挤压殆尽。散户如果还想着靠盯盘炒股、打板博弈来赚钱，那几乎不可能赢过那些机器。那么散户到底还有没有胜算的机会呢？答案当然是有，但是关键在于散户要换打法了。首先，你不要和机器去拼快，而是要做慢。散户最大的优势呢，是不必天天交易，你可以长期持有。如果你买的是沪深300的 ETF、红利 ETF，类似这样的长期工具，那你就能分享中国经济长期成长的收益，而量化资金呢，很难在这种时间跨度上取胜。第二，就是不要在小票里面被收割。量化资金最喜欢的是小市值、波动大的股票，因为这些标的的流动性差，容易被操纵，适合高频套利。而散户，你反而应该避开这样的战场，把资金放在大盘蓝筹和指数基金里面。第三，不要逆周期硬扛，而是要顺势而为。如果你判断现在 A 股是虚火行情，那你完全可以用小仓位试探，而不是重仓梭哈。等到真正的复苏信号出现的时候，再逐步加大股票的仓位，这样既能参与行情，又能够降低被收割的风险。所以，散户如果在今天还用老办法炒短线，那一定就是被收割的对象。但是，如果你能换一种思路，不拼快，而是靠慢、靠长期、靠资产配置，那么散户也能有自己的胜算概率。还有的朋友会问，量化资金真的那么强大吗？它有没有可能会失灵？散户能不能抓住机会反过来赢过量化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量化的短板和散户的机会。量化基金的局限性是什么？第一，它的模型依赖于历史数据。量化策略呢，都是依据于历史数据训练出来的，它靠的是市场规律必然会重复。可是，一旦遇到政策突变、黑天鹅事件，那这些规律呢，很可能瞬间失效。比如突来的政策收紧、国际冲突、监管新规，那量化的模型根本没有办法提前感知。第二就是流动性风险，量化资金喜欢在小市值股票里面套利，但是问题是，当大家的模型都非常的相似，那么结果就是集体买入、集体砸盘。一旦行情反转，就会出现量化踩踏。其实这几年 A 股已经发生过几次几分钟闪崩、量化基金损失惨重的案例了。第三，量化难以抓取大趋势，量化的核心是快进快出，赚小的差价。可是真正的大牛市、大趋势，靠的不是高频交易，而是长期持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能坚持拿得住指数基金的散户，长期回报反而超过了很多量化基金。第四就是监管约束，量化对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，监管层开始限制高频交易，收取更高的交易费率。一旦政策收紧，量化的优势可能瞬间被削弱。那么散户能利用这些短板反过来战胜量化吗？答案是可以。第一就是时间维度，量化追求的是短期波动，但是散户呢可以利用长期这个维度。比如你拿得住沪深300 ETF、红利 ETF，或者是某些未来产业的长期主题的基金，机器可能赚到今天的0.2%，但是散户可以赚到未来10年的几倍利润。第二就是灵活性，量化毕竟受到它资金的体量、风控规则的约束，不可能轻易的改变它的模型。但是散户可以凭借你对政策、对行业的判断，灵活的调整自己的仓位。比如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很多散户实际上是在第一时间买进了口罩、防疫概念股，反而比模型要快。第三就是前瞻性，量化呢只能基于数据进行交易，但是散户呢能基于个人的认知。比如政策文件刚刚发布，产业趋势刚刚冒头的时候，散户可以提前布局，而模型呢，可能要等数据显现才会跟进。我们举个真实的例子啊，2007年美国出现了量化危机，当时呢，美国多个量化基金同时遭遇了崩盘，因为它们的模型高度相似，结果呢集体踩踏。有人戏称是机器打败了机器，说明量化并不免疫于人类的恐慌。2022年 A 股也发生了量化踩踏事件，某些小盘股在几分钟之内闪崩，背后就是量化资金集体砍仓，反而给了冷静的散户低价格吸筹的机会。2025年也出现了垃圾股的反弹，今年夏天一批低质的小盘股突然被爆炒，结果让几家知名的量化基金1个月内亏掉了5年来最惨的业绩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垃圾行情不在模型的逻辑里面，量化没有办法应对。这些例子都说明啊，量化虽然很强大，但它也不是无敌的。散户如果能够避开它的锋芒，利用自己的慢，利用自己的灵活，利用自己的前瞻，完全是有机会在特定的阶段战胜量化的。因为量化赢的是速度，但是散户可以靠长期主义的时间来战胜它；量化靠的是历史数据，但是散户可以靠自己对未来的判断来战胜它。接下来我们要更具体的回答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在当前的早周期偏弱复苏的经济环境下，那散户到底该怎么配置自己的资产呢？股票还要不要买？买多少？买哪种？那我会给大家呢一个组合的示例。咱们就假设你现在手里呢有10万块钱闲钱，应该怎么样做资产配置呢？还要不要买股票？接下来呢，我就给大家拆解一个既安全又能分享复苏机会的组合。第一步，你先建立你的资产安全垫，用40%的资金，大概就是4万块钱。这部分呢，你要放在最稳妥的地方，比如说去银行买存款，去买国债或者是货币基金。它的作用很简单，保证你的流动性，万一你有急用，那不用割肉卖股票。在经济复苏还不确定的阶段，要确保你不会睡不着觉。安全垫不是用来赚钱的，而是用来兜底的。第二部分呢，是保留你的流动性仓位，用30%的3万块钱去买短期的债券基金、国债逆回购或者是货币市场的基金。它的收益呢比存款要高一些，但是风险又极低。为什么要保留这笔流动性的仓位呢？一方面，它能够帮你跑赢通胀，起到现金管理的作用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它又相当于你的子弹库。等到市场真的出现了大跌的机会，那你可以随时调动这笔钱进场。第三笔钱就是股票 ETF 的配置，你用20%的2万块钱的资金，可以去购买沪深300 ETF 或者上证50 ETF，它们代表的是中国的核心资产，适合长期持有。或者你也可以去买红利 ETF，比如中证红利、沪深300红利，哪怕复苏是乏力的，分红也能给你带来现金的回报。你还可以配置少量的行业主题 ETF。如果你对科技自主、新能源、老龄经济这些结构性的方向有信心，你可以小仓位的参与，但是这部分不能超过总仓位的5%，千万不要一把梭哈。现在 A 股呢在3800点左右，市场的情绪很高，短期波动的风险很大。最合理的方式是把这部分资金分3到4次买入，把建仓的周期呢拉长到1到2个月。股票其实在早周期是可以配置的，但是一定要有节制。第四部分资金呢，你用10%，大概是1万块左右去配置黄金 ETF。大家不要忘了啊，复苏的道路不是平坦的，万一出现了地缘冲突，经济数据再次下滑，那黄金依旧是有效的对冲工具。购买黄金 ETF 的好处就是它容易买卖，流动性非常强，还可以分散风险，稳定你的心态。这部分的比例建议配置呢10%，不求它暴涨，只求能够让你安心。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早周期偏弱复苏的组合配置，它的特点啊就是上有安全垫，下有流动性，股票有进攻，黄金有防守，即使股市有波动，那你也能稳得住。所以在当下的周期当中呢，股票不是不能买，而是要少量的买，分批的买，买 ETF。只有当4大复苏信号全部点亮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更加大胆的加仓股票仓位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把中国经济和 A 股的逻辑系统性的梳理了一遍。最后呢，我来做一个总结啊。第一，中国经济现在处在早周期偏弱复苏的阶段。CPI 已经开始回暖了，但是 PPI 呢仍然为负，企业盈利还没有真正的恢复 ，GDP 保持在5%以上的增长，但是更多的动力来自于出口和政府投资，而不是居民消费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经济的春天刚刚开始，现在还没有进入全面繁盛的阶段。第二，在这个阶段呢，股市是可以参与的，因为股市总是提前市场6到9个月反应。但是要记住，现在是复苏的初期，行情更多的是基于预期，而不是全面企业盈利的改善，所以大家的仓位必须要控制。第三，对于普通的散户来说，想要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去获得胜利，不是要去跟量化资金拼速度，而是要学会换一种打法。机器能赢的是短线的速度，但是散户能赢的是长期的投资时间。
股票尽量选 ETF，而不是胡乱去买个股。仓位呢要分批的建设，不要满仓梭哈。资产要多元化的配置，要保留安全垫和黄金进行对冲。第四，如果你现在有10万块钱的闲钱，我也给了大家一个合理的资产配置的方案，40%呢放在安全垫去做存款和购买国债，30%呢做流动性，可以购买短期国债和货币基金，20%呢配置股票的 ETF，10%呢购买黄金的 ETF。这样的组合既能让你分享复苏的机会，又能够守住你的资产安全底线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帮你打开了一扇窗，让你的配置思路更加的清晰，欢迎点赞留言，把它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